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糖尿病的祸根到底是什么。不少人一听到糖尿病，第一反应就是就是糖吃多了，得了糖尿病就一口糖都别沾。毕竟这病名字里带个糖字，很多人理所当然觉得糖尿病就是吃糖吃出来的，难道真是如此吗？例如坊间流传一句话，多吃主食死得快，米饭是最差的主食。很多人认为血糖高的人千万不能吃白米饭，否则血糖一定飙升失控。白米、白面条这类精致主食，在一些人眼中简直和糖画上等号，一入口就会害血糖升高，听起来有点可怕。难道我们日常吃的大米饭真是糖尿病的祸根之一吗？而且主食那么重要，不吃饭又怎么行？其实吃主食导致糖尿病这种说法有点以偏概全了。没错，米饭、面条这些碳水化合物食物最终会转化成葡萄糖，被人体吸收，让血糖上升。但关键在于吃多少、怎么吃，以及同时吃了什么。如果一次吃下过量的精致淀粉，确实可能让血糖飙升很快，而长期大量摄入高碳水、高热量的饮食，容易造成肥胖和胰岛素阻抗，增加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。然而，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是身体必需能源，而且并非所有淀粉食物都一样容易引起血糖波动。我们不能简单的给米饭判死刑，认为它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。若真如此，爱吃米饭的民族岂不是都糖尿病缠身？但现实并非如此。举个例子，有些糖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明明严格戒甜，不碰糖果蛋糕，但血糖还是控制不好。反观身边有的人照样吃主食，血糖却很稳定，难道其中有什么秘密？其实问题往往不在米饭本身，而是在于整体饮食结构和习惯。如果一餐光吃一大碗白饭，不配蔬菜蛋白质，血糖确实可能升很快。但如果搭配均衡，控制总碳水摄入量，主食并不是洪水猛兽。也就是说，多吃主食死得快，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暴饮暴食、精致主食不利健康，但完全不吃主食反而可能导致营养失衡，让人饥饿难耐，容易造成其他问题。要解开这个迷思，我们不妨看看一个爱吃白米饭的长寿民族是怎么做的。说到爱吃米饭，亚洲国家里日本是典型代表，日本人几乎顿顿都有白饭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的肥胖率和第二型糖尿病发病率一直比某些西方国家低，而且许多日本长辈每天也在吃米饭，血糖却控制得不错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米饭并不孤单地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，他们在饮食细节上做对了许多事情，让白米饭不至于成为祸根。首先，日本人讲究小分量多样化，传统的日式餐盘中，白饭的分量其实并不大，可能只是一小碗。他们同时会搭配各种菜肴，一份鱼或豆腐等蛋白质，一两样清淡的蔬菜小菜，一碗味噌汤。这种一汁三菜的搭配，让碳水、蛋白、纤维均衡，延缓了米饭中淀粉的吸收速度。蔬菜和蛋白质先入口，胃里有了纤维和油脂垫底，在吃主食时，葡萄糖释放就没那么快，餐后血糖上升幅度自然较小。很多营养师也建议这种进餐顺序，餐前先喝汤或开水，然后先吃青菜，再吃肉类，最后才吃主食。这样做的效果就好比给米饭裹上一层缓释衣，让血糖不上蹦得那么厉害。其次，日本料理中有些小技巧也在帮助稳定血糖，比方说他们爱吃醋、醋拌海带、醋渍小菜，甚至连白米饭也常加醋来做寿司饭。有趣的是，醋酸可以抑制淀粉酶的作用，减慢淀粉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，因而餐中吃点醋能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。难怪日本人吃寿司配腌萝卜、生姜片，不知不觉中就降低了白饭带来的血糖冲击。再比如，他们常吃海带、紫菜等海藻，以及豆类、纳豆等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，这些都能延缓餐后血糖上升。同样一碗白饭，如果加一勺富含水溶性纤维的纳豆搅拌着吃，血糖反应就会比单独吃白饭缓和很多。另外，不得不提日本人的生活习惯，他们的日常活动量相对较大，走路和骑自行车的人很多，饭后散步
在日本是种文化，很多上班族中午吃完便当会走一走，饭后活动有助于消耗一部分血糖，避免血糖长时间滞留在高位。相反，如果餐后久坐不动，血糖曲线往往拉得又高又长，对身体伤害更大。除了运动，日本人平均睡眠时间相对充足，作息规律。虽然加班文化盛行，但整体寿命数据看来，睡眠还算有保障。充足睡眠和低压力也有利于胰岛素敏感性的维持。综上，日本人吃米饭血糖仍平稳的秘诀在于适量控制白饭的量，均衡搭配纤维和蛋白质，调味巧用醋和发酵食物，再加上饭后活动和健康生活习惯。反观有些人误以为是米饭在作恶，其实真正让血糖失控的往往是一大碗白饭配上一杯含糖饮料，再缺乏蔬菜和蛋白质的缓冲，难怪血糖直线飙升。如果长期这样吃，胰岛细胞疲于奔命的分泌胰岛素，久而久之可能就不堪重负。这样的饮食习惯才是糖尿病找上门的真正祸根。日本专家经过58年的研究也指出，糖尿病的祸根并不仅仅是一两样单品食物，而是我们日常饮食中几类隐形杀手，只要避开它们，血糖要失控都难。那么究竟是哪几种食物需要特别当心呢？多年的临床研究和数据分析让专家们发现，导致血糖长期居高不下的元凶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颗方糖，而是日常饮食中一些看似无害，其实危机四伏的东西。总结起来，有以下5种食物，饮食类型堪称高血糖的加速器，糖友们和血糖偏高的人最好敬而远之。含糖饮料，例如各种汽水、奶茶、果汁，这类饮料中的糖分极高，而且是液态糖，不需要消化，几乎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被肠胃吸收，直接推高血糖。喝下一罐含糖饮料，等于往血液里倒进大量葡萄糖，胰岛素得拼命工作才能把血糖压下来。一杯手摇甜奶茶动辄含糖20-30克以上，远超人体需要。更糟的是，有些罐装饮料还含钠，高盐分会刺激口渴和食欲，让人不知不觉喝下更多含糖饮料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长期大量饮用含糖饮料，不仅引发血糖波动，还容易造成肥胖、胰岛素抵抗，是糖尿病风险飙升的一大原因。想解渴，还是白开水或无糖茶饮最好。高糖高油的精致点心和甜食，如蛋糕、饼干、甜甜圈、啜冰等，很多甜点不仅糖多，还富含奶油、植物油等脂肪，可谓糖加油的双料炸弹。糖会使血糖短时间陡升，油脂则会在之后干扰胰岛素作用，使得血糖长时间降不下来。尤其是那些入口不觉特别甜的糕点，其实隐藏大量糖分和热量。例如夏日消暑的传统啜冰，看似主要是冰，但浇上的糖浆和加的配料红豆、芋圆、糖水水果，加起来糖分吓人，一碗下肚血糖直接爆表。有些人爱在下午来块蛋糕配奶茶，经常这样血糖肯定稳定不了。长期高糖高油饮食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重，让糖尿病雪上加霜。如果嘴馋想吃点心，建议选择无添加糖的坚果或一小块黑巧克力之类，更为健康。精致淀粉类主食，如白吐司、白面包、精白面条、白米饭等过度加工的主食。精致谷物因为去除了大部分纤维和营养，只剩下淀粉本体，所以升糖指数特别高。拿白吐司来说，柔软好消化，一片下肚很快就转化成葡萄糖进入血液，而很多人还喜欢在吐司上涂果酱或奶油，等于雪上加霜。精致淀粉遇上纯糖和脂肪，更是让血糖扶摇直上。如果早餐吃的是加糖玉米片或甜麦片，那升糖速度比白米饭还快，因为里头往往添加了大量的糖。有些看似健康的早餐谷物，其实是暗藏糖分的地雷。再比如精致的米制品，如年糕、米粉，由于加工使其结构更容易消化，升糖指数也比原本的整粒米更高。并不是说糖尿病人永远不能碰白米白面，但一定要适量，并搭配富含纤维的食物同吃。如果每餐主食换成一部分糙米、全麦制品或豆类杂粮来代替精白淀粉，对稳定饭后血糖大有裨益。油炸食品与高脂肪快餐，如炸鸡、薯条、薯片、汉堡等，
这类食品的问题不在甜，而在于高热量、高脂肪以及常常同时含有精致碳水。典型例子是炸薯条，马铃薯本来升糖指数就颇高，炸制后外皮淀粉糊化，更容易消化吸收，同时又吸满油脂，结果就是吃薯条时血糖先快升，但由于大量脂肪的存在，胰岛素作用变差，血糖降得慢，长期看造成胰岛素抵抗。不仅如此，高脂食物热量惊人，很容易导致肥胖，而肥胖本身就是糖尿病的温床。再看汉堡、披萨这类快餐，面包、薯条是淀粉，里面的加工肉和起司是高脂肪，再配杯可乐含糖饮料，一餐之中集合了升血糖的各种要素，难怪餐后血糖飙到天花板。如果经常以这种高热量快餐果腹，血糖不高才怪呢。所以想控糖，还是少碰油炸、零食和快餐，改用清蒸、水煮、烤制的低油烹调方式，更能维持血糖稳定。加工肉制品如培根、香肠、火腿、午餐肉等，这类食物或许不像甜食那样直接影响血糖，但科学研究发现，它们和糖尿病的发生有相当密切的关联。加工肉通常盐分高，添加剂多，长期大量食用可能干扰胰岛素的正常作用，其中的亚硝酸盐、防腐剂等物质被认为会造成慢性炎症和胰岛素抵抗。此外，培根香肠含有丰富的饱和脂肪，热量也很高，容易使人发胖，进一步增加血糖失控风险。有一项哈佛的大型追踪研究甚至指出，每天多吃50克加工肉，大约一根香肠的量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显著上升。可见香肠、火腿这些看似美味的小确幸，其实是埋下糖尿病的定时炸弹。糖尿病患者和想预防糖尿病的人都应该尽量少吃加工红肉，多用新鲜鱼禽肉或植物蛋白来取代。以上这5类就是糖尿病的5大祸根，它们有的甜得明目张胆，有的藏在日常食品中不易觉察，但都会让血糖控制难上加难。日本血糖专家强调，管住嘴，先管住这几样，只要不让这些高升糖、高风险食物成为餐桌主角，血糖水平就不会无缘无故的暴涨。一句话，远离糖尿病，先远离他们。当然，光说别吃这个，别吃那个，未免有点残酷，也不全面。我们还需要知道，那么糖尿病人到底能吃啥？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对稳定血糖特别有帮助的呢？答案是有的，就像有对血糖不友好的食物，也有一些天然食材堪称高血糖的克星，常常食用反而有助于把血糖摁下去。我们接下来就介绍5种糖尿病人的福音食物，让大家既能吃得饱，也能吃得健康。大自然其实提供了很多对抗高血糖的武器，其中有几样食物尤其值得糖友们多多关注。以下5种食物被营养专家们称赞为天然降糖药，经常适量食用，有助于血糖稳定在健康范围。被誉为高血糖的克星，苦瓜。苦瓜可能不是大家最爱的蔬菜，但它对血糖的好处足以让人原谅它的苦味。苦瓜中含有一种特殊成分，苦瓜皂苷，有植物胰岛素的美名，它能够类似胰岛素那样发挥降血糖作用，帮助将血液中的葡萄糖送入细胞利用，减轻胰脏的负担。同时，苦瓜还含有一种胰岛素样多肽，也能协助调节血糖水平。有研究发现，经常吃苦瓜的人，餐后血糖上升的比较缓慢，长期看空腹血糖也较容易控制。此外，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白内障，而苦瓜中的抗氧化成分有助延缓糖尿病性白内障的出现。所以说，苦瓜虽苦，但对糖友来说却是难得的甜蜜良药。建议每天来上半根到1根苦瓜的量，可以炒菜、煮汤或榨汁饮用，持之以恒，或许会有惊喜的降糖效果哦。红豆是一种深受亚洲文化喜爱的豆类，不仅美味，还暗藏稳定血糖的密码。红豆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纤维有助减缓碳水的吸收，让餐后血糖不上冲。同时，红豆的热量比同等分量的米饭、面食低，但所含的植物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却很丰富，特别是红小豆中的钾、镁、锌、硒等微量元素，以及维生素 E、
对提高身体代谢和免疫都有益处。中医还认为红豆可以利水消肿，一些糖尿病患者有肾功能问题或水肿，吃红豆有帮助排除多余水分的作用。更妙的是，2012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坚持吃一杯豆类，约200克熟豆的2型糖尿病患者，3个月后糖化血红蛋白显著下降了约 0.5%， 这说明豆类，其中就包括红豆，的确对长期血糖控制有益。因此糖友们不妨养成吃豆的习惯，煮点红豆汤，不加糖或少糖，红豆加入杂粮饭，或者把红豆煮烂当代餐粥喝。红小豆一天吃上20-30克干豆的量，煮熟后约半碗，持续下来，稳血糖效果简直堪称高血糖人群的福音。桑葚，桑葚是一种甜美多汁的紫黑色小水果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它对血糖也有相当积极的作用。桑葚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这是一种强力抗氧化物质，能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，增强胰岛素的作用。换句话说，吃桑葚有助于提高我们自己胰岛素的效率，从而更好地抑制血糖上升。此外，桑葚还富含维生素 B1， 这种维生素是糖代谢过程中的重要辅酶。充足的 B1 有助于细胞更有效地利用葡萄糖。长期血糖高的人容易出现神经病变和肾脏损伤，而桑葚里的营养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微血管和肾脏，预防高血糖对身体的并发伤害。当然，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暴饮暴食，桑葚虽好，一天吃个30到50克，大约1小把就足够当作保健量，可以直接吃新鲜桑葚或者干桑葚泡茶喝。这酸酸甜甜的小果子，称它是降糖零食也不为过呢。荸荠、马蹄，荸荠脆甜可口，常被当作水果或入菜的食材。别看它貌不惊人，实则对稳定血糖大有裨益。中医认为荸荠性凉，有清热生津、凉血解毒的作用。糖尿病人在中医看来多属燥热，体质容易口干舌燥，荸荠正好可以清热滋阴，缓解口渴、多饮等不适。从营养角度讲，荸荠富含磷元素，磷对体内3大营养物质糖、脂肪、蛋白质的代谢都很重要。摄取足够的磷有助于食物转化为能量，避免糖以高血糖形式滞留血液中。此外，荸荠还有一定的降血压功效和利尿作用，对糖尿病常伴随的高血压、浮肿症状有所缓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荸荠富含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控制体重。体重下来了，胰岛素阻抗也会改善，血糖自然更容易控制。可以把荸荠当零食生吃，注意清洗干净，榨汁或搅碎加入粥品，增加清甜口感。每日至少吃上5-6个新鲜荸荠，就能获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。便宜又天然的马蹄，堪称糖友的降糖小帮手。魔芋是一种可制成蒟蒻的植物根茎食品，在日本饮食中相当常见。它的特点是热量极低而膳食纤维极高。魔芋中主要的纤维成分是葡甘露聚糖，吸水后体积膨胀，使人产生强烈的饱腹感。糖尿病患者饭前或饭中吃点魔芋制品，如魔芋豆腐、蒟蒻面，可以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而不觉得饿，从源头上控制热量和碳水摄取。更棒的是，魔芋纤维能延缓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速度。有实验显示，在含碳水的饮食中加入适量魔芋，餐后血糖峰值会显著降低，而且血糖上升得更平缓。魔芋就像一个贴心的拦截器，把一部分糖留在肠道慢慢放行，减轻了餐后高血糖对胰岛的冲击。长期食用魔芋还能改善肠道菌群、生态环境，这对代谢健康十分有利。对糖友来说，经常有饥饿感是个困扰，而魔芋正好解决想吃又不敢多吃的难题，既填饱肚子，又不会升高太多血糖。您可以尝试用魔芋豆腐取代部分主食，或在火锅中多加一些魔芋块过瘾。一般建议每天摄取80克左右的魔芋制品为宜。小小一块魔芋，助您餐后血糖平稳如山。上面介绍的这5种食物，可谓糖尿病人的营养处方。它们或是富含特殊成分直接降糖，或是提供纤维减缓升糖，长期坚持对控制血糖大有帮助。当然，
并不是说吃了这些降糖克星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大吃其他不该吃的东西了。任何食疗都需要在总体均衡的前提下进行。我们应该将以上食物合理的融入每天的膳食，同时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才能真正实现血糖稳定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谈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关键的控糖措施。做个小结，日本血糖专家经过常年研究强调的一点是，糖尿病的管理 70% 在于自己日常的生活方式，揪出了糖尿病的祸根，找到对抗高血糖的福音食品，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我们还要在生活中实践良好的习惯，才能真正让血糖一辈子乖乖降下来。下面这些建议，糖友们不妨对照执行：均衡饮食，控制总热量，少碰高糖高脂高盐的食物，多吃高纤维低 GI 的天然食材，主食适量，不暴饮暴食，不错过正餐也不随意加餐，养成查看食物营养标示的习惯，尤其注意糖和碳水化合物含量，定时定量进餐，避免暴饮暴食，让血糖大起大落。餐顺与烹调技巧，正如前面所说，可以采用先菜后饭的进餐顺序，让血糖上升更平稳。烹调方法尽量用蒸、煮、炖、凉拌，少油炸，裹粉上浆，利用香料和天然食材增加风味，减少糖盐用量。例如用肉桂，肉桂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来调味甜点。用醋和蒜蓉增香替代过多盐糖，小小改变就能让饮食既美味又健康。保持适度运动，运动是天然的降血糖药。肌肉在运动时会大量摄取葡萄糖，不需要胰岛素帮忙也能开门纳糖，从而降低血糖。同时运动还能改善胰岛素抵抗。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比如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，饭后轻度活动哪怕10几分钟都比久坐要好。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快走、慢跑、骑脚踏车、游泳、广场舞等任何你喜欢且能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。记住，动起来，血糖就稳下来。充足睡眠与减压。现代医学研究显示，睡眠不足会使血糖调节混乱，慢性压力会提高血糖和血压水平。因此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每晚7到9小时睡眠，对糖尿病人尤为重要。尽量不要熬夜，因为深夜是胰岛素分泌调节的关键时段。长期熬夜的人，清晨空腹血糖往往偏高。同时，学会释放压力，保持愉快平和的心情，可以透过听音乐、冥想、太极、与朋友倾诉等方式减轻精神负担。心情放松了，体内压力荷尔蒙下降，血糖也会更听话。戒烟限酒，吸烟会使血管收缩，氧化压力增加，让糖尿病的并发症风险大大提升。酗酒则可能导致血糖忽高忽低，还损伤肝脏。不吸烟，饮酒适度，是给身体减轻负担的明智选择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酒精本身含热量，但不产生营养，空腹喝酒还可能引起低血糖，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饮酒。每周酒精量最好控制在很低的范围，甚至完全不喝。总而言之，糖尿病并不可怕，只要找对了元凶，并采取行动。我们已经揪出了糖尿病的祸根，那些让血糖飙升的饮食地雷，也找到了可以助力控糖的食物好伙伴。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每天坚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当您改掉那些伤身的饮食习惯，常把苦瓜、红豆、桑葚、荸荠、魔芋这些食物请上餐桌，再配合运动和作息调整，您会发现血糖真的会变得听话起来。或许初期变化不那么明显，但请相信科学的力量，日积月累的良好习惯将换来长久的健康回报。试想一下，不用整天担心血糖仪上的数字，不必害怕多吃2口饭血糖就爆表，那将是多么自在的生活。日本那位血糖专家用了将近60年时间证实，只要不碰那些祸根食物，养成科学的饮食起居习惯，血糖一辈子不会无缘无故的升高到危险的程度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健康的专家，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，远离糖尿病的威胁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立下决心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拥抱天然食物，高血糖这个顽敌
终将被我们征服。健康的明天属于每一位愿意付诸行动的人，让高血糖远离我们，让血糖一辈子稳稳当当。这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。祝愿所有朋友都能享受稳稳的幸福血糖，远离糖尿病，拥抱长久的健康人生。